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就给大家画一个很大的花头，一个非常禅意的。我从哪里走？我从这里啊，你看，笔尖刚才大家看到咱们调的是一个太白色，是不是？我现在要压一下了啊，你看，压一下，那么笔尖旋转，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咱们的几号笔？用的是咱们的4号笔啊。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一下，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白颜色的，这是第一个小的花瓣。那么第二个小的花瓣，你看笔尖上水不够的时候啊，咱们看沾一点，然后呢笔尖来一点点太白色啊，继续看过来。那么我再走，再来一个花瓣了。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墨骨的，也让大家感受一个，其实花瓣啊，在画的时候，墨骨的形式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现在看到我画了2个花瓣了，是不是？那么继续啊，咱们今天莲蓬的位置定到这里啊，莲蓬的位置我大概你看，咱们画到哪里？莲蓬的位置画到这里，我轻轻的点一下，我就拿这个笔尖啊点了一下。那么现在一个短的，一个长的出来了。咱们再继续看过来，那么看过来就是看咱们怎么调色啊。那么关键是看咱们怎么调色，然后笔尖再来一点点太白色。那么现在我继续了，你看，现在笔尖再给它，我要画了啊。笔尖你看粘管的形式，大家看过来，你看粘管的形式，对，然后呢，你看最后扫下来，你看这是一笔。上边我再把它压一下，这个是现在画的是反瓣啊，咱们反瓣的一个花瓣。那么下来你看这里边的啊，到这个里边的时候，我现在只是轻轻的把颜色稍微扫了一下，是不是？那么你看现在我扫了一下，那么现在继续看过来啊，笔尖再是一点点太白色，那么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都出来了。咱们现在看过来，我再有姿态了。这里你看，再压一下，啊，这么再压一下，然后你看，笔尖朝哪里？朝咱们花瓣的这根的地方啊。你看，我现在撒一下，那么所以说这就今天啊，和大家分享这个墨骨的形式的时候啊，我也和大家分享的稍微细一点，让大家能够看得到。那么到这里，我就要再画一个。什么了？我要画一个，你看花瓣让它口起来的，好不好？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多画一点。那么你看压一下，笔尖啊往里边稍微扫一下，大家看到咱们又一个花瓣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继续看过来啊，我呢在前边啊，再给它要画笔尖上再来一点白颜色，你看。我要压它了，笔尖再压一点，那么笔尖的颜色重一点点，是不是？压下来以后，它这个颜色就要淡一点点了啊，淡一点点。你看，我现在笔尖是太白色，你看我扫一下，对，那么这个花瓣呢又扫过来了一个，是不是？好，现在咱们继续一层一层的画它，你看，那么笔尖仍然是笔尖来一点点的。太白色，你看，我压一下，啊，让它这个尖颜色重一点。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大家画的时候看啊，要小心一点，是不是？那么现在你看我画了几个了？前面画了3个小的花瓣，是不是？那么继续，我现在再往长的画了。你看，如果你笔根的这个水不够了，咱们稍微沾它一点啊，稍微沾它一点点。然后笔尖再一条太白色，那么从哪里走？咱们看这一个，我就要画一个长的了啊，让把它包住。那么压一下，你看侧锋一定看着啊，咱们这个是侧锋旋转，对，粘管的形式。那么到这里的时候，看收的时候啊，你看稍微抬一下，是不是？那么现在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给它笔尖，你看。再压一下，啊，再压一下，我呢，你看，衬到后边，它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淡一点？因为咱们第一笔颜色重，所以说第2笔颜色呢就淡一点点了。
啊，那么这个笔尖呢淡一点，我可以看把刚才的这一块啊反半的时候也可以给它再少一点，都可以啊。所以说这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继续分享。那么咱们继续一层一层的啊，这里边啊是咱们这个莲蓬的位置。那么继续，你看笔尖，我再从这里左边有了，咱们现在是右边了。右边的时候，你看笔锋仍然这是第一笔啊，第一笔颜色重，是不是？哈，现在啊，你看再继续加它。我反瓣的地方先不画它的，里边先不画啊，只画的是反瓣，因为这一笔颜色比较重一点。那么把笔尖的颜色重颜色用完之后啊，咱们下来再扫它里边的，你看这又是一笔。所以说咱们这个画这个墨骨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给大家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么现在你看第二笔，我扫一下它。啊，轻轻的扫一下它，等它都收到咱们莲蓬根根的地方。好，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咱们再继续看过来。那么笔尖上仍然是一点点太白色，你看笔尖仍然太，我要一层一层的画了啊。那么现在这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现在又到了左边了。你看这个画瓣呢，我让它稍微抠到一点点啊。那么你看。再压一下它侧锋，你看又一层，是不是又进来了？所以说现在啊，这就是咱们一层一层和大家分享。你看，那么扔这里再来一个花瓣儿，笔尖上啊来一点颜色。那么前面呢？一层一层的就给它都出来了，你看现在啊，我觉得还想给它再来，你看笔尖再来颜色，那么这就是笔尖的颜色啊，就要重一点。你看，我给它笔尖再来，你看笔多的地方，咱们只需要把它稍微压一下啊，压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在右边再走它了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这个花瓣呢，咱们一层一层的加它，啊，你看。一层往外边再走，你看，笔尖走，那么收的时候稍微淡一点，你看，再压一下，你看，再压一下，它这个尖尖就出来了，是不是？好，现在咱们再继续啊，笔根的水不够的时候，咱们给笔根啊加一点水，那么再是笔尖来颜色了。那么我再看，继续给它画的大的了，你看，让它有一个开的这个姿态了啊。那么从哪里走？大家也看到，咱们一笔，对，这是一笔重颜色。我把每一个花瓣啊，那么反瓣的地方，咱们先把它，你看，扫一下，让它这个反瓣的地方先都出来。那么今天啊，和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让反瓣的地方，咱们把它都出来。那么这里再继续，你看，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一层一层啊，一层一层，你看花瓣儿就是说怎么一层一层长出来，一共开出来了，是吧？这也是反瓣的地方。我们现在啊，把反瓣的地方先都画出来，你看。那么画反瓣的时候，你看笔尖啊，笔尖的方向一定注意一下，笔尖的方向。那么这里你看，我再给它画一个大一点。那么这一个大一点的时候啊，咱们在画的时候只要注意了，都是反瓣啊。这个现在看到的咱们这个都是反瓣，对。那么反瓣呢，都让它稍微白一点点。好，那么现在就注意了啊，你看。我把笔锋的颜色稍微刮一下，刮一下。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画里边了，你看，稍微给它一个啊，就要画里边的花瓣了。那么你看，我只需要把它压一下啊。那么
这里也是一样啊，看笔尖儿这个颜色现在是不是淡了？我把它压一下，扫一下，对。那么笔尖上的颜色再调一点点啊。好，咱们再继续，你看，让它花瓣大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压的时候稍微往外边走，你看。那么每一个花瓣啊，怎么出来？你看它很妖娆的都出来了。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啊，再继续，我每一个啊都让它走到，调一下，好，你看，都从花瓣尖尖的地方咱们走过来，每一个啊，你看，那么里边啊扫的时候，对，就要很淡了，你看，轻轻的扫一下它就可以。哪里没扫到的，咱们把它扫一下。那么上边啊，咱们再给它再加一层，这是第一步啊。咱们今天现在画的这是第一步，所以说第一步的颜色怎么出来？那么一层一层啊，你看我在这里再让它这个花瓣上边的姿态大一点。那么这一层的颜色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就比较淡了？哎，后边的颜色就更淡一点了。你看。尖尖，这里啊可以让它稍微包一点啊，把前面的花瓣呢可以稍微包一点点，后边我一层一层，你看笔尖上啊旋转，那么大家看到咱们后边的颜色是不是隐隐约约的？对，隐隐约约的它就出来了。继续。那么怎么能把这个花瓣画得鲜鲜的，非常有禅意味的啊？这就是今天啊和大家又分享的一个，你看笔尖往外边走，一定记着啊，笔尖由外走。你看，现在呢，我把它里边啊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那么现在啊，下边我还有下边的花瓣，咱们还有，现在再继续啊。你看笔尖上压一下，一定记着啊！到这一步的时候，那么咱们这个呢，就你看，整个颜色就非常淡了，是不是？你看笔尖上我扫了，好。那么到现在啊，这是咱们最外边的也画好了，是吧？现在我就要和大家一步一步的收拾了。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要和大家再收拾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调色啊，调色的顺序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毛笔上怎么调色，一个是这个顺序是非常关键的。怎么能把它画得很白颜色啊，很白，很有韵味儿？这是第一步，咱们让它稍稍的干一会儿啊。现在看一下啊，那么现在这一步啊，我就要用稍微稠一点的太白色啊，我要提这个花瓣尖尖了。你看，我把它压一下。现在这一步啊，现在我就要把这个花瓣尖尖再压一下。那么笔尖上再来一点太白色，你看每一个啊尖尖的地方都看压一下它。你看我呢，笔尖上刚才白颜色不够的地方，咱们把它再扫一下。这个也是咱们自己定制的一个纸，我这2天正在用一下它。每一个啊，咱们把它的尖尖都提一下。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怎么能把咱们的这个花瓣画的鲜鲜的？你看，不是说一遍颜色就够了，而是你看现在呢，第2遍颜色，对，第2遍的白颜色，我轻轻的走它，让它这种颜色再出来啊。你看，尖再调啊。那么这个就是毛笔的颜色不够了，咱们再调它一下。你看，有的我现在就把它轻轻的再提一下，觉得这个花瓣尖尖，刚才第1遍是不是毛笔上有水，水比较多，所以呢这个颜色就比较淡。咱们这一步
我就把它开始提它的花瓣了。你看每一个啊尖尖都提一下，啊都扫它一下。你看不够白的地方，咱们轻轻的把它扫一下。今天看过来莲蓬怎么画？莲蓬呢，咱们用一点点的淡墨。现在看过来，咱们今天莲蓬也勾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是咱们今天莲蓬的位置。那么现在看一下莲子，莲子咱们怎么去画啊？今天的莲子我也给大家画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子，一个莲子，两个莲子。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莲蓬呢，它是一个椭圆形的，所以咱们今天现在的莲子也要给它画成椭圆形，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给大家那个素描结构课程里边大家知道的啊，它的凸视关系。那么后边看不到的莲子啊，咱们就不画它了。现在再把莲子的窝窝的地方咱们画一下。你看花瓣咱们用的是墨骨的形式，那么莲子呢，咱们给大家又来一个小写意的形式，让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呢更加的漂亮一点。这里挡住了就不管它了啊。那么现在里边啊，再给它用咱们的这个小的线条啊，那么把它再画一个。好，那么现在莲子的位置大家看到画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今天的莲蓬我在调色的时候啊，那么也要注意，你看咱们今天的画面呢，整个是一个非常鲜鲜的这个非常雅致的。那么这个颜色呢，咱们调的时候啊，只有出现一个问题了，咱们把它颜色就要调的淡一点。现在你看我调了一个浅浅的绿颜色了，这个绿颜色呢，你看从咱们莲蓬边边的地方开始啊，一定记着紧挨着莲蓬边边，我的第一笔颜色走到哪里。所以说今天啊，这个荷花呢，咱们画的时候啊，一定注意一下这个顺序不能错了。啊，今天的顺序你看从哪里走？第一步走完之后，你看我把这个莲子窝窝的地方也可以把它稍微勾一下啊，可以稍微勾一下。你看，这是咱们第一步啊。那么现在这一步走了之后，你看我现在笔尖上再来一点点黄黄的颜色，我再把莲蓬里边稍微再给它提一下。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莲蓬啊，咱们把它要画的一个非常柔美的莲蓬，要和咱们的花瓣要结合起来的。现在再看过来，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太青蓝，我要把这个莲蓬侧面连墩墩的这个啊一点点加这个边边，我稍微把它扫了一下。我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了啊，笔尖上先是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藤黄，加咱们的这个太青蓝也可以啊，这个就是加一点点花青也可以，让它稍微绿一点。你看莲子的地方，我先把莲子尖尖点一下，每一个尖尖啊，咱们看过来，点了一个深颜色，是不是？今天啊，也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画的比较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莲子的地方，每一个尖尖。咱们把它画一下，那么这一步画完之后啊，就看过来，咱们要调一个什么颜色了？那么现在呢，咱们的笔尖上啊，要来一点点的三绿色，看一点点三绿色啊，调到刚才咱们的这个颜色里边，你看一点点，这个颜色啊，我就紧挨着咱们的这个刚才绿绿的这个小点啊，发一点点黄颜色。
这里边加了一点点深绿色，所以说今天和大家也再分享一个莲子，那么也让大家感受一个不一样的。你看这个莲子，下来就要加什么颜色了啊？加一点点咱们的太白色。对，我现在就要加太白色了。这个太白色加完之后，看。紧挨着咱们莲蓬这个最下边的地方，啊，就是莲子靠近莲蓬的地方，你看，那么现在看到这个莲子下半部分是不是有一个韧韧的感觉就出来了？你看，我今天啊，咱们给大家把镜头也落得比较低一点，让大家能够看到。所以这个画画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不要心急。那么画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每一步啊都看清楚以后再画。你看现在我把它再提了一下，我把莲蓬外边啊再画一下，咱们的这个莲蓬外边我再提一下。那么现在看过来啊，我用了一个什么颜色？在刚才的绿颜色里边，我加了一点点的咱们的这个藤黄色啊。现在我这个莲蓬加了一点点藤黄色，你看我要继续了，再把鹅黄色啊在边边尖上加了一点点鹅黄，我要让这个莲蓬呢也要亮亮的就出来了。这一步完了之后，咱们要画这个莲窝窝的啊。那么现在你看是不是笔尖上再来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你看，加到这个莲蓬的边边。笔尖上我再来一点点咱们的交叉色，加一点点咱们的或者是花青。一点点的颜色，我调一点点咱们的鹅黄色。你看，这个颜色从哪里走啊？就要从咱们这个，你看笔尖上是这个颜色啊，我呢要压咱们最深的地方了。对，这现在咱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和大家再分享咱们这个花瓣儿。你看笔尖上我少了一点啊，少了一点。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看咱们的花瓣了。我现在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的花瓣儿。那么笔上水多的时候稍微刮一下啊，稍微刮一下。让这个莲蓬的旁边啊，再有一个润润的颜色。现在笔尖再来一点点，你看，它有晕晕的感觉，是不是？为什么我说毛笔上也要空水空墨？这个呢，就是带一点点半生熟的啊，几乎就是半生熟也可以说。因为它这个脱表了纸上面以后啊，就没有像咱们那个宣纸上对那么阴水阴的那么厉害。我要调一点点咱们的这个鹅黄色。我笔尖上是颜色啊，大家看到了，咱们笔尖上是不是？你看笔尖上压一下。笔尖我压一下。你看，现在呢，所有都是笔尖上啊，来一点颜色。我从最里边，你看，往外边走。现在再继续，因为今天咱们这个纸啊，咱们这个纸呢是一个，大家看到了是一个深仿古，所以呢，咱们这个颜色啊，我整个画面啊，要让大家看到一个漂亮的颜色。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用什么颜色的纸，你画什么花的时候啊，那么就要注意一下，它就要有一个协调性，对，就要有一个协调性。现在你看，我再用鹅黄啊，它稍微扫一下，
只从咱们反瓣的地方扫过来。那么仍然是笔尖有颜色啊，笔根都没有颜色，都是清水，只是笔尖有颜色。那么你看外边啊也有一个韧韧的，一点点颜色。那么这一步啊，咱们就是什么？咱们就是画咱们荷花的这个结构了啊，画咱们荷花的结构。现在我再来一点点的柱标色啊，再来一点点柱标色。我要继续再点一下啊。那么看过来，笔尖上再来一点点柱标色。这个柱标点哪里？看过来，紧跟着咱们莲蓬的地方啊。现在到这一步，就是紧跟着咱们莲蓬的地方。你看，我用笔尖，现在用的是3号笔啊。那么这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也说的荷花的结构。只有知道了这个荷花的结构，那么你画这个，不管是咱们的墨骨呀，还是咱们的这个小写一双钩，那么都很简单了。你看，我现在用咱们的这个柱标色啊，晕染这个一定记着啊。那么现在呢，也是笔尖上啊来一点点颜色，对，你看我晕染它。这一遍走了之后，咱们待会儿啊蕊丝点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在蕊丝点的时候这么漂亮，它是有颜色的。现在你看每一个啊，它这个尖缝的地方，我现在都用柱标色把它提一下。那么你们用的时候也可以啊，半生熟或者生宣都可以，不要用熟宣啊。熟宣它没有这种晕水晕墨的感觉，所以呢，记着千万不要用熟宣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啊，你看我再继续，有的地方我要把它再提一下，压一下。啊，如果是熟宣的话啊，那这个它就没有这种阴阴的感觉了。用咱们的这个胭脂色。尖尖提一下，你看胭脂色稍微提一下，笔尖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咱们笔尖的地方有一点颜色，你看，我把它揉一下。现在你看，我用这个柱标色，有的地方我觉得啊没有颜色还不够亮，那么现在。咱们把它再压一下，你看笔尖上有颜色啊，一定注意这一步的时候，咱们只有笔尖有颜色。你看，我把它稍微压一下，那么后边的啊黄黄的就不管它了。从里边啊开始，你看给它勾咱们的脉线，一个一个，你看勾它的脉线。你看散状的啊，放射状的，咱们勾。现在继续看过来啊，这个花瓣儿咱们是口起来的，那么就从它的尖尖开始，你看从它的尖尖开始，继续，每一个都从花瓣的尖尖走。这个就是你可以用咱们的2号笔钩啊，我现在用的是1号，那么1号、2号啊都能勾。咱们笔尖，你看继续，那么这个其实啊也可以勾它，也可以不勾。我呢也给大家就说了，我是让了整个画面啊更加的完美，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勾一点，让大家也看到咱们这画面呢到最后啊更加的完美。那么再继续，你看笔尖上来一点，这个可以不把这个线啊可以不勾到下边，
只勾到一半都可以，只勾到一半都可以啊。你看到它一半的地方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就是今天啊，咱们和大家分享，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禅意的荷花，整个画面在布局上啊，那么就是以大的花瓣为主。你看，这个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么到后边大家看过来，后边的时候勾的时候就更漂亮了，它隐隐约约的，对，但是呢，你要注意这个线条啊，是放射状的。所以说，越到后边勾线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因为前边是因为咱们有那个白颜色，是不是？所以你那个勾的线还不是很亮。那么到后边的时候，大家看到，因为白颜色已经很淡了，你看我每一个花瓣都把它晕染一下，后边这个太白色啊。就是只要你这个笔尖这个颜色能拉动就可以了啊，只要这个笔尖能把它拉动就可以了。你看花瓣上边的脉线啊，勾的时候从咱们尖尖走。你看，特别是后边的啊，淡的地方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淡的地方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么反手花瓣勾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你看，对，反手我现在是反手往里边，那么从这边勾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比较好勾。反手勾的时候，那么手上啊一定在行笔的过程啊要稍微稳一点点。大家也看到咱们课程里边给大家各种的颜色的纸，还有各种的就是不同的花头的画法。那么这个就是让大家在不同的纸画的时候有不同的感觉。太白色加到刚才咱们的这个藤黄色里边啊，我现在要点它，你看，我一个一个点它，像一个小蝌蚪的尾巴一样啊。那么这个点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什么？就是咱们也是看一组一组点它，你看是不是？再一个太白色要稍微稠一点啊，太白色要稍微稠一点。咱们课程里边啊，我给大家选的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我每天都画画，那么你想一年就要画几百个不同的画，所以说只要大家喜欢啊，咱们这个课程我也给大家说了。只要大家喜欢的作品，咱们都给大家放到课程里。那么荷花本来它是一个比较难画的题材，荷花在咱们的这个绘画里边啊，它是一个比较难画一点，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画的。它的花瓣呢比较简单，对，它比较少。那么像咱们的肤瓣的，大家也看到，肤瓣的，因为它呢有长的运笔。现在咱们继续啊，看过来，我这里你看。这个你看，我就要从这里再给它走了，缝缝啊，这个花瓣的缝隙里边，你看，这里再来一个，你看我现在一步一步的把咱们的这个荷花呢，要画的很漂亮的，每次点的时候啊，它就是这种像小蝌蚪一样，是不是？压一下，从上面走的时候，咱们压一下，你看。那么今天莲子尖尖啊，看过来，我先要用一个什么颜色？我仍然用朱标色啊，朱标色点一下，画一个半圆形的圈圈啊。今天咱们这个画一个半圆形的圈圈。这个画是一个比较禅意的画，那么在画的时候，如果把这个画面画成别的，就有点点，哎呀，太俗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啊，咱们今天啊，这个我给大家也说了，咱们今天这个画呢是一个比较禅意的，所以呢，我希望啊，画呢给大家也画的时候就是比较有韵味儿。那么为什么大家老说老师你的画我一眼一看啊，我就喜欢上了？
因为咱们的画不管是从构图还是给大家的构思上面啊，我每一张画真的我都是精心把它设计一下，也就是希望咱们整个画面呢，给人感觉到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有时候大家说，哎呀，有的画给人感觉到看得俗得很，这个就是大家看了以后啊，那么一个是用色上，一个是咱们这个就是说搭配上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我现在你看继续啊，边边扫一下它。你看我今天把这个画完之后，大家看一下最后看一下，你看这个整个画面啊，最后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一直说，怎么能把咱们的画的就是，其实画也就是真的就是一个讲故事。一个画就像一个故事，一个画就像一个故事，就像人生当中好多的感情一样，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才有了大家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每次的画面啊，老是这种鲜鲜的。既然这个是禅意画，那么咱们在画的时候，我就要让这个画呢更加的有韵味儿。你看，我现在用白颜色线啊，现在用白颜色线，我勾花瓣了。那么今天啊，所以说我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画到最后咱们处理的时候啊，还会有更加漂亮的。我要给它画一些花瓣儿。那么大家现在啊，看我把这个会处理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咱们的课程啊，我这人本来就是画画啊，喜欢就是创新，我不喜欢就是说每一次就是说大家看到啊一个大协议就是一个大协议啊，那么一个小协议哎就是画的照着那个荷花去画，那样画出来的画啊，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生命力的。那么今天啊，大家看一下，咱们把今天的画怎么去处理它。大家可能想着说，哎呀，老师你看，现在啊，我把这个画怎么去画它？那么现在我是用的这个白颜色啊，太白色，下边的花瓣是我用太白色先勾的线，大家看到了啊，咱们先勾的线。那么这一个颜色呢，我会调一个什么颜色？看过来啊。笔尖上我稍微给它来了一点点这个灰的绿颜色啊，绿颜色呢，我稍微再给它来一点点的这个烟紫色。那么今天啊，这个因为整个画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给人感觉到白了一点，那么我现在啊，你看我把这个花瓣扫一下，在刚才这个太白色上边啊，咱们勾线的这个。现在呢，我把它扫一下，这个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咱们要注意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咱们在扫的时候啊，就是很淡很淡的。那么里边的花瓣也看过来，你看怎么去扫它。所以说今天啊，既然是和大家画一个非常有禅意的、有韵味的这种禅意画。那么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其实画画啊，不仅仅是大家跟着咱们来画了一个画，而更多的是我希望大家能分享到更多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啊。那么因为有时候啊，你看画画能让人表达人一个感情，但是呢。如果让你说的话，你又觉得说，哎呀，反正我说不出来，就是那种感觉。想要表达一个东西，叫我拿语言来说的话啊，我有时候还说不出来。但是呢，我就是通过一个很漂亮的画面啊，让人感觉到就是啊，我原来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啊，看过来，咱们下边的花瓣我是这样处理的。你看下边的花瓣呢，就是。隐隐约约的啊，现在啊，你看我轻轻的扫一下，我再用一点点啊，这个白颜色一定要调的很稀的啊，调的很稀很稀的，哎，对，那么让它只有一点太白色就可以。所以说这画面到最后啊，看咱们怎么处理它，这个是很关键的。你看笔尖上啊，我就来一点颜色，我把它轻轻的扫一下。
把咱们花瓣的地方我扫一下，来一点点，稍微带一点点的颜色。我刚才说了，因为整个画面呢，觉得少一点点的颜色，你看。现在我来一点点的灰绿色啊。咱们的课程啊，我真的就是想着和大家啊多分享一些就是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说真的给大家画一个荷花，照一个照片儿，那可能照个照片儿啊，我画出来和那个照片一模一样，但是那样画出来的这个作品啊，给人少的就是少的韵味儿。对，那么大家可能真的跟着我画了1幅2幅以后就不想画了。那么咱们的课程啊，就是让大家一直喜欢下去。你看，现在下边这个荷花呢，我带了一点点什么颜色？稍微给它带了一点点烟紫色啊，就是这一点点烟紫色，马上让咱们这个画面呢就有了变化了。你看，就这一点点，不敢多啊。这个烟紫色点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多。那么多了之后啊，这个就少了咱们这个整个画面的韵味了。你看，就这一点点。你看今天啊，给大家画的这种禅意画，后边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等这个纸回来之后啊，给大家会分享更多的，还有长方形的、长条的。那么咱们的课程后续啊，给大家会做的越来让大家越喜欢。咱们还有那个长条的纸没有回来，等回来之后，我会给大家再做更多的长条的。现在啊，我把这个款一落，如果写字啊，写到哪里？写到这一块儿，但是这个写的时候不能横着写啊，一定是看竖着写上几个字就可以。那么你看写的时候啊，就是正中间看过来，我今天写到这里。那么这个字啊，咱们写的时候一定注意啊！我今天给大家也说了，因为咱们今天的画呢是非常有韵味儿，所以说大家在写的时候，你看我也写的很小心。你看我就是和大家分享啊，既然咱们分享，也让大家看一下。你看，然后下来啊，你看我把名字写在这里，名字也不要写的太大，一定记着啊，名字也不要写的太大。咱们今天是和大家分享一个，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其实这个绘画啊，你看我把款正好落在这里。然后下来，咱们给它有一个小的闲章。那么现在呢，你看我把这个小佛章啊落到哪里？我落到这里，大家看过来啊，落到这里就太满了。然后我把小闲章我落到稍微上，这个要下一点，落到这里好看。今天给大家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那么现在啊，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你看。这里我落了一个小闲章，今天啊这个画我给大家款落多一点点啊，章落多一点，就是让这个画面呢更漂亮一点。再继续看啊，再继续看。那么现在啊，大家看到我落了多少章了？1个、2个、3个。那么今天这个作品啊，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